趁着年轻起仿赛，结结实实的给我来了一个嗨赛，骨头断了，国产入门级的小跑车，17999元的售价，加速刹车测试，赛道公路试驾。这个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轻，这感觉太他妈奇妙了。157公斤的整备质量，哎呦，安全感。我总结来说呢，就是加油劲儿。今天呢，我们将从加速刹车测试以及赛道和公路试驾来看看这款车能不能与春风250 SR 正面对抗。QJ Moto 的新车啊，那就跟老母猪下崽一样，那真是一窝接一窝，在各个级别、各个品类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车型。不过，我认为 QJ Moto 能有现在的阵容，其实与早些年贝纳利时代的积累是离不开关系的。然而，赛250作为一个国产入门级的小跑车，别看热度没有干过春风的250 SR， 但是还真没少给自己加戏。双缸的燃情版、单摇臂的降版，你一个车厂玩起生僻字也真是绝了。而我们今天拿到这台250的青春版，应该是赛250里面最亲民的一个版本了。17999元的售价，比双缸版本便宜了近8000元，而且双缸版本的功率还没有单缸版来得高，所以省下这8000元，我们买点装备，它不香吗？对于小跑车来说啊，帅才是第一产品力，要不然你买一踏板骑多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台车的外观，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外观设计还是挺好看的。虽然有那么一内内的似曾相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从赛6版还是到赛250，他们的设计都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点，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基本上都是拿过来欧洲车的设计，然后再进行修改，新车造型就这么出来了。在我们拿到实车之后呢，我会发现这个车的漆面质感要比春风的要更厚实。同时呢，它的贴纸采用了这种塑料底儿的透明贴纸，相比于春风的那个纸质贴纸，质感要更好，也更耐久。然后就是它这个镂空设计的3星，它真正能轻量化多少不一定，但是帅是真的。我们来聊一聊这台车的骑行三角啊，这台车呢还是一个街跑的坐姿，坐高呢是780，我1.73米，基本上可以保证前脚掌着地。然后这台车坐垫呢比较的软，而且呢比较厚实，所以对屁股还是很友好的。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跟春风一样，它这个包覆的这个皮质不够的紧实。为了这个又高又翘的车尾，这台车有一个又短又窄的后座。这个坐垫啊，当你后座坐人的时候，坐姿会非常前倾，简直太适合带挡泥板了。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御用的娇小可爱的同事来上来试一下。博哥，你吞上来，你别那个蹬着这边那么片腿上，我肯定倒。这都倒了。博哥，你试试。博哥，你慢点试试啊，我不一定能支得住。我真不一定，你保持好平衡。我操，可以。上来啊！我操！哎，我前脚掌着地，哎呦！安全感。说完了静态，我们再来聊聊动态。老规矩，还是先做直线加速刹车测试。本着不烧离合器片的原则呢，我们做3到5组，取最好成绩以及平均成绩。赛250 0到100最好的加速时间是9.2秒，原因是发动机后段输出比较差，9000转时能爆发20.5千瓦，动力虽然看着不低，但是齿比比较靠前，破百需要4档。除了换挡耽误时间外，引擎中后段的加速不足也让这台车不好做出漂亮的成绩。刹车我们选择100到0测试，刹车最好的测试成绩为46.8米。刹车采用前单向双活塞卡钳，后单向单活塞卡钳，手感偏软，而且 ABS 介入较早。个人认为轮胎还有余力，但是 ABS 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刹车的成绩。这次呀，赛250给的是一个轴向卡钳，而春风250 SR 是一个径向卡钳。那么这两种卡钳的固定，我知道早些年钱江在轻量化方面做的确实不大行，但是这次钱江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们居然胆敢把这台车做到一个157公斤的整备质量，这个在同级别都是一个中上游的水平。较轻的车身配合这个比较大的座角，让这台车在城市里低速掉头啦，或者说是骑车挪车都会比较轻松，特别适合女骑小姐姐或者新手们去入手。那么第一点轻说完了，咱们再聊聊它第二点轻，就是这个滑动离合的手感轻。它这个轻重啊，基本上跟春风的250 SR 做的差不多。
但是它相比于春风250 SR 少了那个松松垮垮的手感。不过它上面不松，不代表它下面不松，它这个挡杆啊，脚感特别模糊，而且晃晃悠悠的，并且呢，它这个边梯呢会跟脚踏打架，这样在停车时候就不会很方便。在发动机的运转品质上呢，这台车确实要比春风250 SR 更好。这一点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驾一下。这台车在手把、脚踏以及车壳的共振上，明显感觉是要比春风更少的。这台车的排气声浪呢，还是一个标准的单缸250的水准，这一点有点丢了好声音的招牌。发热量的中规中矩，不会感受到明显的烫腿。发动机之后就是避震，这个避震是偏舒适的一个调教，在城市中呢，面对沟沟坎坎或者减速带的时候，它的韧性还是有的，不会产生触底或者多余的晃动。在骑行中还有一点特别想让我吐槽，就是它这个单色液晶仪表，不光造型过于复古，同时在大太阳底下它会反光，根本看不清。在聊与城市使用相关的低速灵活性，我们采用绕桩来测试。变速箱齿比比较密，热车怠速1档大约7到8公里每小时，跟春风差不多。发动机转速爬得挺快，在2200转以下才会有脱档的情况，只要不是高档极低转速，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但是开油时呢，会有0.几秒的迟滞，过度的密齿比加上这个油门，低速时会非常的闯。就这，我们用的还是2档，想要1档平顺的绕桩根本没戏。这台车的离合器结合点不够清晰，在面对需要油离配合的掉头会非常的艰难，加上怠速低，不补油容易失速，补油又会窜。优点呢，就是这台车在低速状态下足够的稳定，没有出现抢把的情况。作为一个小跑车，它怎么能不下赛道呢？这次赛道我们选的是北京人享卡丁车赛车场，是一个偏中低速的卡丁车赛道，而且弯道会比较多，会比较复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能更考验车辆，比如刹车、车架以及悬挂的配置。所以我们来看看赛250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先来说不满意的点，就是它这套动力的调教，这个油门调得太奇怪了，我必须展开讲讲。从怠速给油不窜，但是只要不是怠速，油门的动力会当的一下顶上来。面对低速弯，别提多难受了，没办法用引擎制动控制线路，开油要慎之又慎。极限窄加上动力不够线性，是我这次摔车的主要原因。前轮胎没咬住地，动力来的还慢了一点，所以前轮丢失了抓地力之后又恢复，这时候正好动力顶上来，车身直立把人反抛出去。我总结来说呢，就是夹有劲儿，因为这个车后段的动力反而没那么强，高转的延展性也不够，容易断油。下面呢就是刹车，刹车软，手感也比较模糊，对于带刹入弯的循迹刹车很难去控制刹车的比例，而且这个刹车不稳定 ，ABS 会时早时晚的跳出来给你点惊喜，摸不明白它的想法。后面呢就是这个车的脚踏，脚踏的橡胶太厚了，每次翻身都踩不瓷实，有些影响驾驶体验。下面呢我们来说说优点。非常比较惊喜的就是赛250的车架跟避震，在赛道里面对于路面的破损过得非常的利落，不会有支撑性不足的软角，而且车架也不会表现出疲软或者扭动。在赛道里面，赛250指向性还是挺准的，车可以很听话的进弯，而且稳定感比较强，前后轮的循迹性也比较好，感觉这个车呀就是很听话。但是在需要快速翻身的弯道呢，这台车的翻身就显得有些慢，跟春风那种非常灵活的驾驶感受是不一样的。轮胎的选择是中规中矩的正新 S1，能够满足日常骑行跟跑山，而且坐垫的摩擦力也挺好的，不会滑。这台车的极限倾角挺够的，虽然是底台，但是不会磨排气。除了同倾斜，很少磨脚踏，而且碳钉呢也比较长，能拆也能磨掉一部分。骑也骑了，摔也摔了，最后我们来给这台车做一个总结。前面我们说呀 ，QJ Moto 近些年一直在疯狂的堆新车，其实这台车就是后果。虽然大家买一款小跑车不一定都会去下赛道，不一定都会去跑山，绝大部分使用场景呢还是在城里。但是你作为一个摩托车厂家，你要去造一款跑车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认认真真的调教一下它的运动性能？所以呢，我们再说回它跟春风的对比，其实啊，春风也没有多好。只不过是什么呢？全靠层行衬托罢了。QJ Moto 做的车就像一个马虎厨师炒的菜，你闻着也没问题，你看着也没问题，但是就在你吃的时候会有那么几个点硌你的牙。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是小丁，如果你对这台车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我们欢迎在评论区留言。